大家晚上好，这是今天的第二次直播了啊！早晨6点开始了一场直播，那一次呢，本来计划是，马斯克发他的星舰12飞，结果呢，出了点小状况啊，据说是因为，筷子上面有一个硝栓啊，最后并没有恢复到正常位置。就是没有给出正确的这个状态信息啊，所以导致发射延误。明天早晨我们会稍微晚一点，明天早上6点1刻会再次开始直播。所以呢，这个今天晚上呢，咱们直播讲谷歌 I/O 啊，明天咱们再接着讲马斯克发射。等待啊，这个还好，7点53来的。像以前经常直播的时候，会有那个特别早来的啊，就比如说3、4点钟、4、5点钟就来冒个泡的就有。腾讯文档为啥大裁员？业务要取消了吗？据说是北京的都裁了啊，那个实在是打不过飞书，打不过钉钉，打不过 WPS 这些东西，对吧？然后像深圳的那帮人好像就直接并入到 WorkBuddy 里去了啊，不会有事吗？不会啊，国内 YouTuber 多去了。跑步回来了啊，这个老范和大家周末好，你也周末好，晚上好，赶上了啊，点个赞啊，欢迎欢迎，你们都点赞了没？都点赞啊，咱们来准备今天的节目。好，这个一直有人说是不是要讲一下谷歌 I/O 啊？其实，我呢，这个还是对这个活动还是很有一些怀念的啊，因为我确实去过，以前也很关注啊，有一段时间还会去找这个呃 Indigo 啊做这种直播。但是这一次呢，真的是很拉啊，所以呢，今天咱们就来讲这个事儿，看看还有什么。而且今天得少讲一会儿，因为明天早上6点多还有直播，要稍微的给自己留出点这个空隙来。好像内地的香港炒美股的用户被清退了啊，这个今天好像主要是附图啊什么这种整个收拾了一遍。其实也不叫香港炒美股，就是他们肯定是做一些违规开户的人是要清退，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你如果是正规的，应该没什么事儿。哎，我还真搞不清楚中国有没有正规途径让国人去炒美股，可能没有。我群里是有一帮人在那炒美股，但不知道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等回头研究一下吧。好，50多个人了啊，咱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谷歌 I/O 2026，今年拉了一坨大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聊一聊谷歌 I/O 啊。我本人应该是在2006年啊，2005年都去现场参加过谷歌 I/O，就是在当时呢还是在旧金山市中心啊，叫 Moscone Center。后来谷歌 I/O 搬到Mountain View 里头以后，我就没有再去参加过了啊，因为后来就是谷歌 I/O 越办越大，Moscone Center 就是没有那么大。然后呢，谷歌后来就是在他自己的总部啊，那个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 Mountain View 里头整了一个巨大的露天会场，就是以前的谷歌 I/O 都是在一个封闭会场里的，后来改成一个露天会场。露天的我就再也没去过。后来我好像有一次在谷歌 I/O 的时候，就在露天会场开的时候，我还跑到美国去了，但是呢，就是没有进去啊，因为每一次谷歌开这个谷歌 I/O 的时候呢。
这个旧金山反正租车呀、住酒店呀，什么都不是那么方便啊，所以后来也就不再凑这个热闹。后面跟这种开发呀，跟这个事情其实也是越隔越远了啊，再去也没有什么特别大意思啊，所以后面就没有再去过了。但是呢，今天咱们要讲谷歌 I/O，就真的是要讲一个日暮西山的巨人啊，还在坚持一些很守旧的东西，给我们展现各种各样的疲态啊，现在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原来我们还是会在每年谷歌 I/O 的时候去关注，哎呀，今年发布了什么呀？啊，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现在看完了以后，让你觉得很失望。啊，当然了，还有很多人上来尬吹啊，我看了很多人在那尬吹谷歌 I/O 的，实在是太尴尬了啊，看得我这个脚底板抠出两室一厅来啊，这个确实是很差劲。那么今年呢，最有意思的不是谷歌发布了多少东西啊，最有意思的是这个，我本来想用谷歌自己最新的 AI 来准备这一期谷歌 I/O 的直播讲稿的啊，我原来有这样的一个习惯。讲谁家的产品呢，就一定要用谁家的这个大模型去准备，对吧？这个也稍微体现一下他们的能力嘛。但是这个稍微点了几下以后，我就放弃了啊。原因是这样的，就是我去问 Gemini， 还不是在这个 Gemini APP 或者 Gemini 网页里头啊，我还跑到这个就是 Anti-Gravity 2.0啊，专门做了一个升级进去问，我说这个 Gemini Spark 啊，这个我很喜欢，我想用一下。怎么用啊？然后呢，他也搜索了，也思考了，告诉我说，有一个东西叫 Apache Spark， 还有一个东西好像叫科大讯飞还是谁的 Spark， 你到底要用哪个呢？当时把我问傻了，我说你什么意思？对吧？我说我要用谷歌的刚在 I/O 上发布那个 Spark， 然后他说那你真的要用 Apache Spark 吗？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接呀。然后我就放弃了啊，所以今天这个稿子呢，依然是用 GPT 来去准备的。就是刚才这个故事是发生在谷歌刚刚升级的 Anti-Gravity 2.0和谷歌刚刚发布的 Gemini 3.5 Flash 上啊，这个3.5 Flash 没搞定，然后我又换成3.1 Pro， 还是在那胡说八道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到谷歌的 Gemini APP 或者是 Gemini 网页上。依然如此啊，所以为什么我要出来骂街啊，要出来抱怨这个事情，是因为啊我自己的使用体验非常非常的差。所以呢，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吐槽，谷歌在发布会上讲的是智能体时代啊，他也意识到现在是智能体时代，是 Harness Agent 的一个时代，但是普通用户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就是你能不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对吧？你能不能把我按着我的话去干活，对吧？你能不能少犯点低级错误？聊天机器人胡说八道最多让人一笑，但是智能体胡说八道啊，那是很危险的。你是会改错文件的，会发错邮件的，删错代码，这个安排错会议，这个事儿是我们不能忍受的啊。所以 AI 从聊天进入干活阶段以后，可靠性要比速度和价格要重要的多。那么今天咱们讲的目录呢，首先要稍微回顾一下谷歌 I/O 2026到底发了点什么，然后讲一下 Gemini 3.5 Flash 为什么让我发疯啊，让我愤怒。后面咱们再说一说 Gemini Omni、Spark 和 Anti-Gravity 各自的问题在哪里。以及谷歌为什么总在这儿撒胡椒面 ？AI 时代开发布会是一个越来越难以抢到注意力的事情，所以今天咱们按这5块来讲。首先呢，咱们说一下谷歌这次到底发了点什么东西呢？谷歌还是在玩这种宏大叙事啊。其实，在几年之前，谷歌的宏大叙事、微软的宏大叙事，我们看着还是很爽的，但是这几年下来以后，我们其实越来越讨厌看宏大叙事了啊，跟咱们是中国人没关系，不要胡乱联想啊。即使是谷歌的宏大叙事，我们也看不下去了。谷歌这次呢，本来应该只讲一个说，哎，我们做 agent 就完事儿了啊。这个，但是呢，他现在就是讲的乱七八糟的。
它本来应该是说我们要去做智能体引擎的，谷歌不只是模型公司了，而是智能体时代的基础设施公司了，这是它要讲的东西。但是你去看看啊，什么搜索呀、Workspace、安卓、Chrome、YouTube，那个 Google Cloud Google Cloud 对谷歌云，然后这个包括它怎么去写邮件，怎么去做怎么去安排日历，怎么去写文档，怎么在你的文件就是你的网盘上去做事情，怎么去写表格，怎么去看视频，怎么因为现在可以在YouTube 里边直接要求它总结啊，怎么去搜索信息啊，怎么去使用安卓啊，现在他把所有的东西都讲了一遍啊，这个最后就觉得很烦很烦。所以谷歌的潜台词是，如果智能体时代真的来了，谁最适合做你24小时的 AI 助理呢？应当是谷歌，对吧？这个很像是什么呢？就是微软原来那套词啊，就是你看我有 Windows， 我有 IE， 我有 Office， 然后你应该在我这儿待着。但是微软就错过了移动互联网时代，谷歌呢现在真的是在向这条路上继续狂奔。首先，咱们先讲这个Gemini 3.5 Flash 啊，这个产品呢快便宜啊，这是谷歌主要去突出的点。你说快不快呢？确实很快。便宜呢？它其实没有国内的 DeepSeek V4 Pro 便宜啊，也没有像什么 Mini Max 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中国模型便宜啊，所以你比便宜这件事呢，你是没有什么优势的，对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怎么办呢？谷歌为什么发布这样的一个东西呢？而不是去发布 Gemini 3.5 Pro 呢？这里可能有3个考量啊。第一种可能是这个 Gemini 3.5 Pro 不够惊艳，对吧？它可能没有办法明显的压制 GPT、Cloud、DeepSeek 这些东西。那么干脆说，我们这找一个更惊艳一点的东西出来吧，对吧？这个 3.5 Pro 就过2天凑合把它发出来就算了啊，反正拿出来也比不过别人。其实呢，谷歌的 Gemini 系列的模型从来也没有压制过 GPT 和 Cloud， 虽然有一段时间它确实很猛啊，导致 OpenAI 还去拉了一次红色警报，但是呢，它也仅仅是追上了 OpenAI， 达到了一个将就能用的状态。那一次之所以拉红色警报，我觉得最核心的原因不是 Gemini 3.5啊，不是 Gemini 3.0 Pro 啊，当时是3.0 Pro， 而是什么东西呢？是 Nano Banana， 对吧？通过画图的方式把用户拉走了，就是现在不要求你每一块都做得好，而要求你有一个不可替代的点。所以这一次 GPT 通过 GPT Image 2把这个用户又拎回来了。那么在这一点上啊，这个 Gemini 估计他们的 3.5 Pro 也达不到 GPT 5.5的水平，就干脆没发，直接拿出来发这个 Gemini 3.5 Flash 了。然后第二种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智能体时代嘛，咱们都要跑龙虾，跑这个就是养虾养马嘛，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更快的模型、更便宜的模型？你不需要上 Pro 模型去那儿做深度思考，不要搞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也是一种可能，对吧？把成本压缩下来。第3种可能呢是谷歌确实留了个后手啊，可能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的模型在那儿憋劲儿了啊，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是我觉得稍微有点难。谷歌其实给自己选了一条特别特别难的路啊，待会儿咱们再讲为什么。但是问题在哪儿呢？这个智能体你不能光便宜，对吧？其实像我们现在在智能体里边使用大模型，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便宜，而是什么呢？我宁肯花贵一点的钱，宁肯慢一点，但是你一定要靠谱。因为现在甭管是养虾也好，养马也好，这个系统本身没有那么靠谱，我们要让它去干一些真实的工作，所以可靠性才是最重要的，便宜这个事儿没有那么重要。对吧？我宁肯去花更多的钱去定 GPT 或者是定 Cloud 模型，对吧？我们也不要去贪一点小便宜啊，让你在每一次干活的时候惹我生气，对吧？这个才是最关键的。结果现在我们看到的 Gemini 3.5 Flash 真的能把你气死啊！而且是在他们家自己的这个Harness Agent 这个
框架上啊，也就是 Anti-Gravity 2.0上啊，能气得你这个是完全没招的啊。所以我们真正需要的模型是不跑题、不瞎猜，对吧？不把旧知识硬套到新产品上，不自信的犯错啊，这个现在这几条他都犯了。所以前面啊，我让他给我搞一下 spec 啊，他就没搞定啊，这个实在是让我非常的愤怒，然后我就拉倒了，对吧？所以 Gemini 3.5 Flash 证明了一件事是什么？就是只省钱、只提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对吧？你把这样的东西放到了这种 Harness Agent 里头去啊，放到了 Anti-Gravity 里头去，没有人敢放心的把事情交给他干。特别是原来我让这个 Gemini 跟我聊天啊，胡说八道一下就算了，对吧？我最多被他骗了，然后拿一些错误的信息跟大家去讲故事，然后最后被大家挑错啊，老范你又不懂了吧，对吧？这个我都认了。但是你到了 Harness Agent 里头去，你是要在我电脑上操作文件的，你是要去操作我的邮箱的，这个太恐怖了啊！所以完全不可忍受的一个东西。然后再往后一个发布的东西呢，叫做 Gemini Omni， 啊，这个 Omni 这个东西呢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单词每一次出来的时候，意思都是全能啊。这个最早我见到这个单词，就是原来我不认识这个单词，最早见到这个单词是 GPT-4o， 对吧？就是 GPT-4o 就是 Omni 的意思啊。它呢当时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实时的这个聊天的。比较实时的语音模型啊，就是我们可以把语音塞进去，也可以把语音吐出来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不会经历转文字的过程。包括后面小米也做过Omni 的模型啊，但是小米的 Omni 模型我觉得做的比较烂了啊。它就是可以把语音塞进去，但是呢，往外吐语音的时候，你还是要再去调 TTS 啊，并没有像 GPT-4o 那么强大。那么这一次呢 ，Gemini Omni。他做的是什么呢？这个技术路线极其强大，但是呢，效果并不好。他讲的是一个世界模型的故事，对吧？他讲的说，我不是文字模型了啊，我能够理解图片、视频、声音和动作，我什么都可以理解。以像 GPT 啊，像这个 Gemini 这个3.1 Pro 啊，其实3.0 Pro 往后的版本，它都是可以输入图片、声音。视频动作都可以，全都是全模态输入。但是呢，原来的 Gemini 3.0 Pro、Gemini 3.1 Pro， 它只能吐文字出来啊，它是不能吐其他东西出来的。就是我输入是全模态的，输出只有文字。那么这一次的 Gemini Omni 呢，就是你输入是全模态的，输出也是全模态的。但是更重要的不在这儿，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世界模型，对吧？它可以理解物理模型，可以理解世界规律，可以保证它输出的所有东西是在物理世界里头逻辑自洽的，这个是它真正比较强的地方。但是大家拿它去做视频测试的时候啊，说你这不是可以直接出视频吗？啊，我们现在跟最强的字节跳动的 C-Dance 2.0去比较一下啊，到底谁强谁弱？结果发现什么呢 ？Gemini Omni 啊，它输出的视频确实是物理上自洽了，但是没有表现力，对吧？只有 C-Dance 2.0出来的东西才有表现力 ，C-Dance 2.0包括国内的可伶 3.0啊这种东西出来的东西才可以有表现力，才会让人想去分享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做了视频啊，烧了这么多 token， 因为这个东西很贵嘛。烧完 token 以后，你没有任何想要分享的欲望，这个肯定是没法整的啊。所以，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非常强大的模型，但是用户感知很差，对吧？如果你做了一个特别好的后端，让用户感觉不到啊，用户试了半天以后说，虽然 C-Dance 2.0啊，它的逻辑上不一定自洽，有时候还穿个模，有时候还有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就是帅啊，我就是想看这个。那他就打不过，对吧？那有些人就说不对啊，我们希望有这个强大内核啊，对吧？你们没有用出来，是你技术不对啊，千万不要想这个事儿，不要对用户提出这种要求。大家知道 iPhone 是怎么干掉尼康跟佳能的吗？
虽然尼康、佳能现在还是在卖相机啊，卖的还可以，但是呢，在整个的使用量、照片量上，绝对被 iPhone 碾压，摁在地上摩擦那样的一个状态。尼康、佳能玩的是什么？叫还原啊！我的色彩一定要还原，色彩要准，畸变要小，宽容度要高，能够留给后期更大的空间啊！这是尼康、佳能干的活，对吧？你要不会玩这个东西啊，这个机器拍出来的片子也就那么回事儿。但是 iPhone 搞的是什么？我不关心畸变，对吧？你拿 iPhone 去照照片，一个人如果站在这个屏幕的，就是图片的侧边的话，那个脑袋就是斜的，对吧？那畸变的一塌糊涂。然后那个色彩加上各种滤镜以后，完全就没有还原的东西。iPhone 的照片出来以后，你也不用再怎么做后期，你除非是往上一层一层的叠滤镜是可以，否则的话就是纯扯淡啊！虽然现在 iPhone 可以出肉格式了，但是跟尼康、佳能比起来差远了。但是要想清楚一点，什么？大部分的用户，我就是要随手拍一张照片，然后把它发出去，对吧？如果你拍了以后还需要我做了半天后期，然后才能往外发的话，就没意思了，对吧？所以啊，现在 Gemini Omni 就是按照尼康、佳能的这个路子在做，啊，确实很强大，但是用户感觉不出来，用户更喜欢要个 iPhone 啊，这里头 C 蛋3.0可能就更像 iPhone 那么一点点。所以核心是你做出强大的产品来，一定要让用户有感知。其实呢，谷歌一直不是一个特别擅长做用户感知和这种用户体验的公司啊。这个其实很多人可能会不同意，为什么呢？因为谷歌，甭管是谷歌搜索、安卓，它自己也在定义各种各样的设计标准，对吧？然后去研究各种的这个设计对于用户的体验、对于用户点击率、对于用户流失的这种这个数据啊，它也一直在建模型，在干这个事儿。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谷歌从来就没有做好过这东西。虽然我们觉得，哎呀，Gmail 好棒啊，非常棒，好使啊，Google 的这个什么搜索很好使，谷歌 Driver 也很好使 ，YouTube 也很好使。但是我告诉大家，从来就不是因为他们前端设计的好啊。我曾经听过谷歌前端给我们讲课，他讲什么呢？说你看啊，别人家的搜索当时是雅虎啊、百度的搜索，上面是一个搜索框，然后那个搜索这两个字的按钮在哪儿呢？在这底下，对吧？是上面是框，下面是搜索。他说谷歌说我们从来不干这个事儿，我们做了很多的数据实验，我们把这个按钮放后头啊，这边是搜索，搜索完了后边是一按钮。说为什么呢？因为你输完了以后啊，你的这个注意力就在这个地方啊，然后呢，你的鼠标啊什么就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这个放在这里是多么有道理啊。然后放在这儿以后，我的数据啊比原来比别人好多少啊？谷歌靠这个东西赢了，但其实谷歌真的靠这个把这个搜索按钮换个地方就赢了吗？纯扯淡啊！谷歌赢了的原因是它搜索结果好，所以谷歌真正强的地方是这个它的后端算法特别强。然后可以提供这种别人无可替代的结果，包括 YouTube， 包括 Gmail 真正强的地方是什么？反垃圾邮件是最强的，对吧 ？YouTube 是数据量特别大，然后大家都可以在上头玩，推荐算法特别好。至于前端，至于说做什么视频编辑这些东西，那你跟国内抖音什么压根就没法比，对吧？所以谷歌从来就不是一个做前端、做这个客户端软件的公司。之所以大家觉得好用，是因为它后端做的太好了啊，就是你用起来的时候，其他人都赶不上它啊。那前的这个我们就算了，训练自己啊，这个符合谷歌的这个习惯就可以了。然后最后说，我觉得设计挺好啊，我使的挺习惯的，对吧？最后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下一个产品呢，叫Gemini Spark 啊，这个产品其实是我比较期待的一个产品，因为呢，谷歌说我要去做我自己的 agent 了啊，就是我要把自己的龙虾啊装到云端上去。为什么我会期待这样的一个产品呢？因为 Codex、Cloud Code， 包括 Open Cloud、Hermes 啊这种龙虾的产品，它呢其实都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它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在云端运转，他们这些产品没有数据，对吧？你不能光靠聊天，
你必须要上传大量的数据，上传完了以后还要让它把这个数据给你吐出来，这个交互的过程其实没有那么方便。第二个，如果你要是他在本地干活啊，那他又不安全，因为这种东西要干起活来，他必须要有巨大的权利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般都是单独买一个 Mac mini 让他去干活啊，不敢让他在我们本地就是真正的生产机上去干活，所以这个矛盾到目前为止解决不了。而谷歌呢，可以正好把这个矛盾解决掉。为什么呢？因为谷歌从诞生那一天开始，他就在跟这个微软在干活啊，在跟微软打仗。微软说，哎，你把所有东西都放到我本地吧，对吧？装个 Windows， 装个 Office， 然后所有的文件都在 C 盘、D 盘里啊，是这么玩的。谷歌上来就不是玩这套东西，谷歌说，哎，你把所有东西放到云端吧 ，Gmail 啊 ，Google Drive， 然后呢 ，Google 的这个 Workspace 啊，现在整套东西叫 Workspace， 就像什么 Document 呀，这个Docs 啊，它叫 Docs 啊 ，Sheets， 然后 Slides 啊，就是做这些东西啊，都搁在我这儿，对吧？它是走这套东西，所以谷歌一开始玩的就是云端电脑这一套啊。那么一旦说我在云端有了一个叫 Spark 的这样的龙虾啊，那这玩意儿功能强大的一塌糊涂，对吧？我不需要到本地来了，我就在云端，你也不用担心说怎么传文件的事情，对吧？我的文件本来就在那儿，对吧？所以谷歌想去做 AI Agent 时代的基础设施啊，这条路它是饼是通的啊，没有就是整个饼是画圆了的啊，路径是通的，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我希望啊 ，Spark 可以帮我读邮件、写邮件，对吧？帮我整理日志啊，帮我安排会议，帮我去在文件上做这个文件助手，在 Google Drive 上做文件助手啊，帮我这个写幻灯片啊，做文档、填表格、算数据啊，做这种日常的整个的把这个龙虾该干的活都给我干起来，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事情啊。但是问题是什么？谷歌觉得我不配啊，对吧？谷歌现在讲的是这个 Spark 产品啊，只是内测啊，只是向一些可信任的用户开放，而且呢，要求这些用户必须在美国，还必须是谷歌 AI Ultra 用户啊，你们才能用。像我这种 Pro 用户，对不起，你不能用啊。这个，所以谷歌觉得我不配使用这样的一个产品。那就没办法了啊，没有用到啊，不跟大家去费这个劲了啊！而且以我现在测试的 Gemini 3.5 Flash 的这个水平的话，我觉得请大家谨慎使用啊，因为它的底层模型是一个非常不靠谱的模型，对吧？那么一旦它在Google Spark 上啊，或者叫 Gemini Spark 上啊，上了这个 Gemini 3.5 Flash 这个模型的话，可能就会发生各种惨绝人寰的事故，所以千万要谨慎。再往后一个东西呢，就是 Anti-Gravity 2.0 了啊，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呢 ，Anti-Gravity 2.0 并不是谷歌超级 APP 的入口，对吧？现在大家在抢什么？在抢超级 APP 入口 ，Cloud。它就是 Cloud 这个客户端啊，包括 Cloud Code， 这就是 Anthropic 给的超级 APP 入口，剩下的我们就不弄了，只在这上面去加各种的技能插件就完事了，对吧？现在我们使用 Cloud 的 APP， 就是在 macOS 上的 APP， 它上呢都可以直接调用 Cloud Code， 所以这有一个统一入口。而对于 OpenAI 来说 ，Codex 就是他们家的统一入口。这就是未来的超级 APP， 对吧？这是他们现在在做的事情。Anti-Gravity 现在升级到 2.0 以后，也确实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啊，但是非常难用。难用的原因并不是说这帮人做不好，我并不认为做这个东西有多么的费劲。做不好的原因是因为谷歌内部的入口实在太多了。他并没有想明白，我是不是要把 Anti-Gravity 2.0 做成谷歌未来超级 APP 的唯一入口啊？这个才是 Anti-Gravity 出问题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啊，最核心的一个原因。现在上来了以后，你会发现，哎，这东西长得跟 Codex 很像啊，这个确实很像，这个皮画上了。但是你说，哎，去给我操作浏览器、操作文件、操作所有这些东西。
真的不那么好用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报错，而且我是用了这个Gemini 3.5 Flash 啊，Gemini 3.1 Pro 效果都很烂。我上来我就让他做一个任务啊，最简单的任务。我说现在啊，你也不用给我编程序，我原来呢装了 Gemini Client 啊，装了这样的一个客户端。现在呢，请你把 Gemini Client 卸了，给我改成 Anti-Gravity Client 啊，因为他们现在是有一个 Anti-Gravity 的一个客户端嘛，啊，命令行的一个工具，你去给我改去。然后第一开始的这个Gemini 3.5 Flash 蹭折腾半天啊，啥也没折腾出来，然后给我说了一堆完全我连看都懒得看的话，说上这个 Gemini 这个3.1 Pro 吧，我说这个上这个 Pro 版本是不是可以搞定？啊，又在那吭哧瘪肚的折腾了半天啊，最后也没有跑出来。后来我看了看，这个里面还有Cloud Opus 4.6哈，我说你去搞吧，然后嘁哩咔嚓给我把原来的 Gemini Client 给我卸掉啊，然后呢说你这个现在有问题啊，我没法去给你接着装了，你呢要去继续安装 Anti-Gravity 的叫做 IDE 啊，现在它等于变成2个软件啊，一个是 Anti-Gravity 这个 APP， 一个呢是 Anti-Gravity IDE。他说你要把那个玩意儿装起来啊，装完了以后你就有 Anti-Gravity Client 了啊，就是这样的。那我最后就照着人家这个事儿啊，一点点点，最后把这个 Anti-Gravity Client 装出来。但是干活的是谁？是 Cloud Opus 4.6，对吧？这个有点让人哭笑不得啊。现在看来呢，就是做这种客户端的这种超级 APP， 对吧？做这个客户端的Harness Agent 这样的一个超级入口，还是需要很大的人力物力，甚至需要很大的 token 的倾斜的。而作为一个众多入口之一，还要上来这个争宠，需要这个抢注意力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Anti-Gravity， 那么他们现在肯定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把它做的比较精细啊，这块差的还比较远。那你说他为什么不愿意多投入一点呢？这帮人是后娘养的呀，对吧？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这是从外面收购回来的，对吧？这是原来 WinServe 的团队买回来以后做的产品，跟谷歌那一大堆亲儿子比起来，肯定还比较有差距，所以就做了这么一个半半拉拉的东西，就拿出来给大家看，说实在是难用啊，这个也确实是如此，没有任何办法。到目前为止，这里头还在跑 Cloud Opus 呢这你说它能有多么三心二意吧？还不敢把这个 Cloud Opus 去掉。为什么不敢去掉呢？因为它也要看 KPI 的吧？你如果把这个 Cloud Opus 去掉了，可能 Anti-Gravity 的 KPI 也就崩了，对吧？我这个用户量下滑了，那这个就没法整了这种就是后娘养的孩子这个也要这个有一些求生欲，所以这个状态一看就是大家都在三心二意的干。那你说这个 Anti-Gravity 有没有可能成功呢？我觉得以谷歌现在的这个体量来说，或者以它这个体系来说，基本上不太可能。如果谷歌想把 Anti-Gravity 真正做成可以跟 Codex、可以跟 Cloud Code 去竞争的客户端超级 APP 的唯一入口的话，那么它需要干嘛？先把 Android Studio 干掉，对吧？这是谷歌自己根红苗正维护了这么多年的 IDE， 你现在把它干了，对吧？现在人家还升级呢，每天升级升的可开心了，对吧？而且要注意什么 ？Android Studio 后边是另外一个 IDE 的底壳还不是这个 VS Code 的底壳的，所以那边还干着呢。还有什么 AI Studio 那后边也是一整套东西。现在谷歌还在说你看我 AI Studio 就可以独立做成应用了，对吧？我们不需要其他东西了，还在搞这些玩意儿呢。还有一套叫 Firebase Studio 这个谷歌云做的一套系统也在这儿竞争呢还有谷歌的什么云工具，这个 Gemini Code 的这种Gemini 的这个代码助手什么一大堆东西都在这抢入口呢，对吧？你除非把他们通通都干掉，就像刚才咱们讲的这个腾讯文档你把腾讯文档干掉了以后，大家都去做 Workbuddy 这个是可以的。如果下不了这种决心的话，Anti-Gravity 也只能是这样做 Anti-Gravity 的人本身就在这儿三心二意呢，然后后边还有一堆亲儿子说，就你也敢上我爹那儿去争宠，对吧？还有这样的人呢，所以起不来想都不用想。
那么谷歌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好牌太多了，主线太散了，对吧？咱们先替谷歌说一句公道话，技术真强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谷歌搜索 YouTube、安卓、Chrome、Gmail、Drive、Docs 啊、Sheets， 然后 Calendar、Google Cloud、Gemini、TPU、DeepMind 啊，没有哪一个差的，任何一个拎出来，都可以把现在市面上这些独角兽撵得满地打牙，打得满地找牙啊，这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把他们凑在一起了，相互掣肘，就走不动了啊！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谷歌现在就给大家表演这个三个和尚啊，谷歌可能有不是三个和尚，谷歌可能有几十个和尚，对吧？那他们想把这碗水喝到嘴里，非常非常不容易，对吧？每一张牌都可以当主牌来打啊！搜索是入口，安卓入口，Gemini APP 入口 ，Workspace 入口 ，Cloud 入口，对吧 ？Anti-Gravity 也要入口，你最后怎么强啊？怎么打，对吧？现在 OpenAI 也说，那我们就合并啊 ，OpenAI 也是在砍这砍那的，谷歌现在还舍不得呢，对吧？那没办法，入口太多了，主线不清楚啊，这就是他的问题，所以就永远在那儿撒胡椒面，大家都要占那么一点点。咱们去看今年的谷歌 I/O， 除了刚才咱们讲这几样东西之外，还有一大堆东西呢，像什么眼镜啊，什么其他的一堆东西还在那儿发布，人家得足足开了2天呢，对吧？所以这就真的没法整啊。所以大公司玩的是什么啊？我再拥抱 AI 了，我整个公司都动起来了，但是它整个的体系架构你打不破，每一个部门有每一个部门的利益，那就只能是大家这么多个和尚到底怎么把这碗水喝到肚子里啊？这就是真正需要去思考的问题。那么谷歌如果想有救，那么需要2个信号。第一个信号 ，Workspace 加上 Spark 啊，必须得能跑起来，而且要下放到比如 Pro 账号啊，或者是下放到一些更便宜的账号里去。你说你必须要买这个$200或者$100的 Ultra 账号，我才给你用的话。这事儿不太行，而且它的模型必须要在 Workspace 加上 Spark 的这个环境下，不能胡说八道啊！现在它最新出的 Gemini 3.5 Flash，放上去一定会出事故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这是第一个信号，如果它做成了，那么谷歌可以继续维持它的用户盘子，接着往前走。另外一个信号就是 Anti-Gravity 能不能成为默认入口？如果最后成不了，依然是在这儿你方唱罢我登场，然后相互掐来掐去的，那谷歌这一次的客户端战争估计就要输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至于其他的东西啊，什么眼镜我是从来不看好啊 ，TPU，TPU 跟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吧，很多人都觉得 TPU 很强啊，这个比英伟达的这个显卡要强啊，而且比它还便宜，比它还省电但是呢，要跟大家讲一个比较悲催的事情啊，就是我们现在画图用的 Midjourney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背景就是 Midjourney 画的，对吧 ？Midjourney 的 CEO 这2天出来抱怨了，说我鬼迷了心窍啊，把整个的这个算法通通都搬到谷歌云的这个 TPU 上去了，我确实省钱了，我公司也盈利了。但是在整个的训练这一块就不行了啊！我现在比所有的同行慢了慢了1年为什么呢 ？TPU 这种东西，你要想让它做训练，你需要大量的去做适配、去做调教。这个事儿呢，对于谷歌可能是 OK 的因为它有的是工程师。你对于这个叫做谁呢？对于这个 Anthropic 也是 OK 的它的工程师也是很强的。但是你对于像 Midjourney 这样的小公司来说，你想把它调通了，这事儿真的1年未必搞得定非常非常痛苦。你在英伟达上你不需要调这个玩意儿，它都有这个预制好的这些工具，你只要往上干就完了实在是搞不明白，你还可以到社区里去问，有的是人会玩他会教你的。但是你到谷歌 TPU 上，每一个人都会，就每一家在上面做训练的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对吧？现在全世界能够训练大模型的
这个算力卡只有3种啊，第一种是英伟达的，第二种就是 TPU 啊，现在 Gemini 和这个Anthropic 的部分模型吧是用 TPU 训练的，第3种呢是麒麟啊，这个千万不要喷华为麒麟啊，不是华为麒麟，华为升腾，就是第3种是升腾，升腾哪个模型是用升腾芯片训练的呢？就是 DeepSeek V4 Flash 啊，它的 Pro 不是用升腾训练的，但是 Flash 是用升腾训练的，这也是由 DeepSeek 一帮大神啊，在这折腾了这么长时间，延后了这么长时间啊，终于可以出来吹个牛啊，我的 Flash 是用升腾训练的。但是大家想训练 Flash 模型是怎么训练的？你先把 Pro 在英伟达的那个算力卡上训练好，然后蒸馏啊，蒸馏完了以后，再到这个升腾的芯片上再去跑起来啊，然后最后拿到一个 Flash 出来用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只有这3种啊，因为你一旦是用小众的算力卡去做训练的话，你就会面临一大堆从来没有人踩过的坑，对吧 ？TPU 在这块呢，确实还是要稍微差一些的。就想训练模型，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上英伟达啊，这个没有任何其他可选择的东西。还有一点是什么？千万不要去跟学霸学怎么上学啊！就是一个人上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考上清华，千万别听那个啊！你听完了以后，你考不上清华的。为什么讲这样的一个梗在这儿呢？千万不要用谷歌家的开发工具啊！为什么？谷歌家真的都是学霸，而且都是编程界的翘楚，对吧？他们那儿说，哎，我们这个认为应该这么写程序啊，这样写程序才是最对的啊，甚至不行的话，我可以自己做一大堆的工具出来，我们来自己去写程序。但是他们这些东西，你给普通的程序员用，巨难使无比。你用谷歌家的各种开发工具，就像是你在听考上清华的学霸跟你分享这个我应该怎么考上清华的过程是一样的，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最后呢，咱们说一下啊，这个现在这个时间点再去开发布会，已经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了啊。其实我们现在发现很多的 AI 大厂已经不再去开发布会了，他们把发布会搬到线上啊，我在线上做一场直播，或者我干脆写个博客，我发个推文啊，或者是说这个我连推文我都懒得发了，我就直接让它上线了。就完事儿了，甚至我不上线，我把它泄露了，大家都会觉得啊，我们是有新产品出来，大家会疯狂上去用。现在谁在开发布会？苹果啊，在这挤牙膏啊，我的芯片又升级了啊，我的这个摄像头又升级了，我又环保了一点啊，他在这开发布会啊，你挤牙膏嘛，你总要让人看到啊。但是小米也在这挤牙膏啊，他也在那开发布会，他的发布会我连看都懒得看了啊。然后呢，这都是老掉牙的公司才在这开发布会的。对吧？如果没有人跟你竞争，像苹果那样的，你开了个发布会呢，这叫挤牙膏。如果你本来就落后，你还要追赶别人，你又开了一个发布会，然后发了一堆这个完全没法使的东西出来，那不就是应了咱们今天这个主题吗？谷歌 I/O 今年拉了一坨大的吗？不就是这样的一个玩法吗？对吧？现在大家只要是这个产品还不错啊，模型很好，工具很好。不需要发布会啊，它自然而然就传播起来了。你有那钱，还不如说，哎，我多给大家充点钱啊，多给大家点额度，让大家去玩呢。山姆奥特曼原来特别喜欢狙击谷歌 I/O， 对吧？我记得有一年是谷歌 I/O 开之前，山姆奥特曼发的 GPT-4O， 对吧？就是这种比较实时语音的交互模型。然后还有一年呢是在谷歌 I/O 开之前的一天发的，叫 Gemini 啊，叫 GPT Image 啊，就发的这个产品，不是 GPT Image 2啊，就是当时是 GPT Image。当时我记得一帮人在那开开心心的画宫崎骏风格的什么画，画这个什么吉卜力风格的啊这个照片，在玩这个东西，把热度抢走。今年人家不费这劲了，对吧？今年一句话，我把大家的 Codex 额度重置了。对吧？那谁看谷歌 I/O？ 我要回去写程序了，对吧？都变成这样了。然后另外啊，这个卡帕西大神直接上来一个八卦说：“哎，我去 Anthropic 上班了啊。”
一下注意力就全走了。所以现在再去开发布会，很难获得长期的注意力了。现在国内谁还在努力开发布会？小米刚开了一个啊，当然我觉得开的也很烂。然后那个百度李彦宏啊开了一个大发布会啊，什么百度 Build 呀什么的，对吧？然后说我们这个百度文心一言5.1啊，好强好强，有人用吗？没人用啊，对吧？包括刚开完发布会这个千问3.7，有人使吗？其实也没什么人使，对吧？其他人就不费劲了，像什么 DeepSeek 呀、什么 Kimi 呀、这个 Minimax 呀、GRM 啊都不开发布会，直接把产品一发，然后发一条推文，发一个博客完事儿了，对吧？你们用去就完了，对吧？谁好使谁不好使，公道自在人心，对吧 ？DeepSeek V4压根儿就没有任何发布会，连这个视频什么都没有，就直接上线了，那么大家就开开心心去用起来了，不就完事儿了吗？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再去开发布会，是一个极不划算的事情啊。最后的总结吧，谷歌没有输在技术上，谷歌技术依然很强。现在大家再去挖谷歌的人或者谷歌的人出来创业，依然会有人给钱，对吧？所以不用再去担心这件事情。但是谷歌输在了它的大公司病上，输在了整个的产品决策上啊，这一块它确实是输了。所以啊，我们不要说谷歌不行了，谷歌当然是很强的 ，DeepMind 很强 ，TPU 很强，是搜索、YouTube、安卓、Workspace 都很强啊，没有哪个不强的。真正的问题是没有取舍，没有决断，没有一个唯一的中心和突出点。他敢不敢让某一个产品成为绝对的主线？他不敢。敢不敢让其他部门给他让路？他也不敢。当年微信上来是牺牲了手机 QQ 的。谷歌现在还没有下这种决心，说我是不是应该牺牲谁，扶植谁，还没有呢。而且他现在比较悲催的是什么？全村的希望是后娘养的，对吧？外来的孩子是 anti-gravity， 这个就特别尴尬啊，非常痛苦。他敢不敢承认有些入口应该降级了？他也不敢啊，或者是砍掉一些重复的产品，像刚才咱们讲这么多 IDE 在这儿折腾来折腾去的。你能不能把其他东西都干掉？干不掉的，对吧？或者能不能把所有东西都敢不敢把所有地方都有 AI 改成一个入口真正好用啊？他们也不敢。谷歌这样的大公司只能说，你看我有 Gemini 大模型了啊，每个地方我都用上了，他只能搞这个啊，他不能说我把入口统一了，因为你所有地方都用上 AI 的话，就是大模型有了，大家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YouTube 用了吗？用了啊，这个。Gmail 用了吗？啊，也用了啊。这个大家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但你要说唯一统一入口的话，那就是要削藩，是要收权的啊。这个在这种公司里搞不定的。所以，如果让我选的话，就是两条路啊。刚才咱们也讲了 ，Spark 加上 Workspace 这条路，如果跑通了，谷歌可以继续带着它的用户，带着它的数据，带着它的生态，接着往前跑。还有就是 anti-gravity 这条路啊，如果这条路跑通了，那么在客户端上有一个超级 APP 可以去跟Cloud Code 可以去跟 Codex 竞争啊，但是有些难度。最后一句话吧，谷歌的问题不是看不到未来，它的问题是看见了太多未来，却还没有决定哪一个未来才是自己真正要压上去的那个。在这个时候要 all in 了 ，all in 的不是 AI， 而是某一个具体的路线，要把所有其他的孩子都掐死啊！这个是谷歌可能很难下决心去做的事情。好啊，这就是咱们今天的一个结果了。看看有什么评论啊？今天我们还是要稍微短一点，因为明天早晨6点钟我还要起来直播。境内炒美股就被定义为非法用户啊，这块我还真没有特别研究过啊，这回赶上了，是的一堆的自媒体尬吹，对，吹谷歌 I/O， 我觉得绝对是尬吹，没什么好说的。而且吹谷歌 I/O 的这帮人压根自己就不写程序，也没有用过这些产品，他们才能尬吹呢。啊，合法途径只有 QDII 哈，那好吧，我都是合法的。
美股我记得国内有国企券商能买的啊，这个有限额啊，这个也是有可能的。申请美国 ITIN 又没啥门槛，这个但是中国公民是不是可以申请这个事儿，我不确定啊。美国不是什么国家，美国券商在没有客户授权或者美国法院授权的情况下，无权把客户信息交给外国实体。但是，中国可能就是不允许中国这个公民去做这件事儿吧。Gemini 适合在严格执行计划的情况下，干劳动集中的活儿。你要让他参与设计和自由发挥，他会给你拉坨大的。这个我现在也感觉了，因为我看到前面有人去介绍应该怎么用 Gemini， 就是你要去写一个特别特别长的一个系统提示词，把你是谁，他是谁，为什么这么干，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有什么要求都要写的特别清楚，然后呢，有可能能够得到一个可用的结果。我曾经试过一段时间啊，但是还是太痛苦了，我最后还是回到了 GPT 上。所以今天大家看到这个稿是 GPT 写的啊，或者说 GPT 帮忙处理的啊，其实还是我写的稿。Gemini 3.5 Flash 在 Ultra 订阅下似乎碰不上 Quota 墙，俺跑过20多个这个并行任务，基本不算是。基本上不限量啊，但你不限量，你吐出来的都是垃圾，有什么屁用啊？对吧？你要好用，能够这个靠谱，这事才有意义。就是首先要靠谱，然后才能讲剩下的啊。你要不靠谱的话，其他都没有任何意义。美国 ITIN 需要签证吧？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我们不研究这个。Anti-gravity 很难用 ，Gemini Cly 可玩性很高啊，但是，哎，这个就没法讲了。就是 anti-gravity 我还用了一段时间，真的是好好的用了一段时间，觉得有一段时间觉得挺好使的，但是最近真的是越来越难用了啊，非常非常差劲。而且呢，你明显感觉到他们的人力、物力、各种资源都不足的一个感觉。现在 Anthropic 跟 OpenAI 两家就在极限拉扯，你方称霸我登场，对吧？你升级一个什么东西，我马上要跟上，对吧？这个 Codex 加了一个这个叫 Go 是吧 ？GAOL 还是 GOAL 的那样的一个命令，然后 Cloud Code 没几天就加上了，对吧 ？Cloud Code 加一什么东西，然后 Codex 马上加，这个东西 Anti-Gravity 根本跟不上，因为它没有那么多人力。其实谷歌自己是有的是工程师的，你要说我集中力量把这事干了。也就干出来了，但是他又搞不定，对吧？他工程师又不像国内这么富裕，所以费劲吧。我觉得 Codex 好用啊，我也觉得 Codex 很好用，但是 Cloud Code 我准备过几天还是好好用一用，就是真的去定一个账号去。Gemini 全模态全是做的最好的啊。Gemini Live 啊是俺用过最好的实时交互模式了啊！如果 Gemini Live 可以把问题转送给 Cloud， 那就太完美了。你说说你这个最后你还是不能相信它完整的把事情做完吗 ？Gemini Cly 很卡。Gemini Cly 的问题是什么？它不支持这个 fake IP 啊，因为我们现在在梯子后面都是 fake IP， 这个很讨厌。用果粉的一句话说，对谷歌自适应了啊，是这意思。开源的可以自己随便改，这个是说的哪段 ？Anti-gravity 最抽象的是每次打开都要重新登录，哎，对，而且登录的过程还特别痛苦。这个反复登录那是你的 IP 问题，是的，就是像我们这种肯定 IP 是不干净的。你在美国，在什么这种地方，它是没有这种问题的啊。我自建的服务器没这个问题啊，这个好吧，我们不研究这个问题。谷歌 R&D 普遍不重视 UX 和前端，
在谷歌晋升需要证明你的工作的挑战性，前端和 UX 想要证明的，这活儿有多难，复杂度很多时候超过了这个完成工作本身。好吧，我觉得反正谷歌 UX 也经常出来讲课，前端也经常出来讲课。那个时候我们还有时候请他们来啊，那时候听着觉得头头是道的，现在想起来觉得他妈纯扯淡。谷歌好像没有超级 APP 啊，谷歌安卓算吗 ？Chrome 算吗？对吧？谷歌其实没有按照超级 APP 的方式在走啊，就是它没有往前块走。谷歌呢，其实有的时候会做一些这种就是技术完备性很高的产品啊，就是我们觉得应该有这个，觉得应该有那个，就像这一次的这个 Gemini Omni 那个产品似的，对吧？谷歌曾经做过一个产品叫 Google Wave 啊，我特别喜欢那个产品啊，这个完备性极高，或者说数学上非常完善的一个产品，非常完美的一个产品。但是呢，这种产品没有人爱用的，对吧？太麻烦了，用下来最后就不了了之了。那是当时 Facebook 爆火了以后，谷歌要去报仇的产品啊，最后给谷歌作废掉了。感觉谷歌的产品都是工程师思维，不是产品思维。你说对了啊，在谷歌这样的一个地方，它是工程师说了算话的啊，这个产品说了不算话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以前有一些同事在谷歌做过产品经理啊，但是反正他们做的很多产品也让你觉得挺没意思的啊。这个后来有一段时间，国内特别流行腾讯的产品经理啊，这个都觉得腾讯的产品经理实在太强了啊，这个方法论非常非常厉害。我们那时候也找过一些腾讯的产品经理，甚至还投资过一些腾讯的产品经理，然后就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啊。腾讯产品经理干活是这样的。我先做一个产品啊，不好使，加俩功能，再不好使，再加俩功能。后来我们都傻了，我说你是这么干的吗？这活你就这样在腾讯做产品经理的？他说对呀，就是这么干的呀。我说那流量哪来的？微信有的是流量，我加俩功能，然后让微信导一把，再加俩功能，再让微信导一把，然后不定哪次就成了，对吧？他们是这么干活的，这真没法成，我告诉你。所以有很多东西呢是神话了，就是他们，你说做出好产品了吗？做出来了。但是呢，这个他们做好产品的过程中，有一些场景是你没法复现的啊。你比如说腾讯的产品经理背后有这个微信、有 QQ 可以无限制的往里导流，对吧？谷歌的产品经理最后背后有最强的后端程序员给你做出别人无可替代的这些功能来，对吧？那你前端做的有多烂，然后产品做设计有多傻叉，无所谓，对吧？然后还自己都觉得自己牛的不行啊，我就是神了。对吧？我要出去写书，我要出去演讲，最后搞成这样。这个 Chrome OS 不能算超级 APP 啊，那玩意儿其实挺屎的一个东西。对 ，Chrome OS 现在还活着吗？我也觉得很诧异啊，很久没听到过这东西了。我觉得操作系统不能算超级 APP 啊，像安卓你是不能算超级 APP 的，你必须是在现有操作系统上把所有的用户和用户场景都聚集在一起的东西，而且有巨大量的用户啊，才能叫超级 APP。你比如像 Facebook 这种，它自己没有操作系统，它在 iOS 在安卓上把用户聚集在一起啊，用户量巨大，包括像 TikTok、抖音啊、微信这种叫超级 APP，就是你自己说我做操作系统了。你说我操作系统是一个超级 APP 啊，这事儿是不对的。甚至要自研内核啊，那好吧，折腾吧。谷歌的最大问题就是傲慢，谷歌确实是很傲慢啊，大公司病，是的。其实你一个公司大到一定程度以后呢，每一个进来的人都告诉你说，哎，我们公司好牛逼，对吧？然后呢，他又搞不清我们公司为什么牛逼，就只能记住啊，说我们公司好牛逼，任何人不许质疑。亲儿子之间还在打架呢啊 ！DeepMind 说我不是针对谁啊，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就是这么回事啊，对吧？亲儿子还打呢，然后 Anti-Gravity 这更打不明白了。谷歌倒不是傲慢，是学术气息太浓啊，这个其实是一样的，你不接地气，学术气息浓跟傲慢不是一个意思吗？
Opus 的额度连一个单页的 Web 都做不完就没了啊，超级少。是的，但你又为什么不把它去掉呢？这个才是真正需要去思考的问题。Opus 光是问答就很恐怖了。是的，谷歌现在越来越像一个学术机构的附属产业企业。有点啊，第一要务是研究和推动知识边界，然后才是商业变现。谷歌是这样的，就是它的广告实在是太挣钱了，对吧？你说我比挣钱这件事，谁也比不过它，那剩下大家只能是我们搞点这个高精尖吧，搞点前沿吧，对吧？它没有这个，就是大部分的部门压根就没有这个变现压力。Gemini 真的不怎么样啊，用起来跟 ChatGPT 差好多，更不用说 Cloud 了啊。我现在觉得 ChatGPT 就已经很好用了。谷歌老是想多吃多占，哎，这个谁不想多吃多占？多吃多占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Android Studio 啊，对，它是这个 IntelliJ 的，对，是这套东西。它也不叫套壳吧，人家老老实实去买了授权的啊。但你又不能不装，你像我电脑上还装着呢，因为我有的时候会用 Flutter 去写一些客户端，你没有这个 Android Studio， 你还跑不起来。这是什么？当年谷歌飞升这个 Alphabet，把 Google X 拆出来，单独成立一个科研实体，期望把改变人类和商业价值分开，各做各的，人物明确。结果10年过去了啊，在追求商业价值的新谷歌内部，又发展出了巨大的科研团队，慢慢又捡起了改变人类的任务。好吧，这个反正谷歌这套东西很难改了。谷歌不行了啊，一年的股票从这个170涨到了383啊，这个股市呢是有滞后的，对吧？咱们现在讲的是另外一套故事。就是呢，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很多的公司股票上涨啊，不是因为它的业绩做得有多好，而是因为他们在做回购。你比如说英伟达涨得好吧，英伟达在拼了命的回购啊，但虽然前面不回购，但是最近开始在回购了。苹果在乔布斯时期就不怎么涨，对吧？然后提姆库克时期狂涨，因为乔布斯从来不回购股票，然后提姆库克就在那拼命回购股票。然后有一些人就会觉得，哎呀，苹果到了提姆库克手里就真的变得伟大了。但是对于工程师来说啊，我们从来都认为乔布斯时代的苹果才是伟大的苹果，虽然那个时候苹果并不怎么值钱啊，这个角度不一样。所以成立一家公司，专门帮 Midjourney 之类的小公司在特殊算力卡上维护 infrastructure，有多大的这个前景？别费这个劲啊！我告诉你，去干这个事儿太痛苦了。就是谷歌自己的那帮人都搞不定这个事儿，就算他搞定了，他那套系统别人也用不了，对吧？他们那帮系统，他那种就是 infrastructure，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这不应该叫 infrastructure， infresh 啊，我忘了这个词应该怎么念了，这不管它，就是基础架构吧。他那套系统做出来也只能给谷歌自己内部使啊，也没办法给别人使啊，这个别费劲。有这个能力的人，有一帮人出去做那个叫什么 Grok 啊 ，GROQ 那公司，对吧？然后他们现在 GROQ 的核心团队又被老黄英伟达给拎走了啊，回去干活了。所以真的没什么人能干这个活，太累了。有人发现音画不同步啊？有吗？我音画不同步吗？同步啊，对，你看有人说同步啊，刷新一下，对，我估计是你的网的问题啊。画面滞后，哎，真的吗？不会是老范的摄像头过热了吧？没有啊，
我的摄像头旁边有风扇吹着呢。啊，樱花不同步也有可能是这样，就是我的摄像头呢是这个只采集画面啊，我的声音是通过这个麦克风直接连的 USB 的这个接收器进去的啊。我这次没有通过这个摄像头去采集这个声音，有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同步，这个是有可能的。奥特曼干得好啊，是说给咱们重置了这个 Codex 份额啊，是干得很好，我很喜欢。断了吗？没有啊，我这好好的。说到发布会啊，最近以联想为首的 PC 发布会，尬得让人抠脚啊，全在吹 AI 价格贵得飞起啊，那都是扯淡的东西，从来不要去搞这个，我从来不相信什么本地 AI 这个东西。反正范老师是怼脸拍啊，音画同不同步有啥影响吗？也对啊，这个关系不是特别大。我从我这儿看的应该是同步的吧，画面比声音慢啊，那我下次改吧，我这次就这样了。AI PC 就是骗钱的啊，这是真的 ，AI PC 完全骗钱。听的话没什么看，看的话是稍微有点难受啊，这个好吧。那我们试一下啊，1、2、3、4、5，同步吗？AI PC 不就是以前的半残小笔电啊？是的，就是那种这个商业本啊，就是特别轻、特别薄，然后啥也干不了那种玩意儿。那我也适应一下，看看聊天栏吧。啊，是的，谷歌 AI Studio 是准备做什么？这个软件是干什么的？哎呀，这个软件就没法整。其实谷歌这玩意儿又特别强，就是它每开一小摊吧，做的还都挺厉害的，所以就没法整。前面大家还都觉得这个 Notebook RM 特别好使，这一次 Notebook RM 压根就没露面。联想确实是硬蹭啊，这个所有做硬件都在这硬蹭。我觉得你现在如果一定要一个 AI PC 的话，就去买台苹果。谷歌的问题有点严重啊，这个它的 Workspace 里面的数据也刚和 Gemini 打通，其实 Gemini 内部很分裂啊，那就让他们分裂去吧。现在存储柜芯片更新慢 ，AI PC 那个玩不出花了。发布会排在前面的设备居然是这个随身本地 AI 边缘设备啊，这我就要说句游戏区著名的梗了啊，你当大家都没有手机吗？对，就是这么回事儿。俺认为 Gemini 迟迟打不过 Cloud， 很大一个因素是谷歌内部的道德包袱太重了。是的啊，谷歌其实招了一大帮这种白左的人在里头捣乱啊，这个特别特别烦。哎，对了，可以给大家看一个我在我用那个什么画的这个视频啊，哎，不是这个，哎，不在这儿，我看看啊，就是这个视频还是可以给大家看一看的，这儿呢。我说把我变成折纸风的，还把这个关了。你看，就10秒，没头没尾的。折纸风是有了，但你说这像我吗？痦子在啊，然后其他的我觉得看着就不像了。而且呢，我看了以后，我连想发出去的欲望都没有。来，再给大家一个这个，这个刚才是折纸风啊，这个我说我要一个这个叫什么来着？剪纸毛毡风的啊，在这吃拉面。啊，这个还有点像我，第一个图就不像我了，而且你看它有声音，啊，这个放在这儿呢，就可以放完了，10秒钟没头没尾的，做出来以后，我也不太想去发布这个东西啊。然后这个图明显不是我，
最后这个又变成是我了，这没法整，对吧？再给大家看一个，这个是 C 蛋 3.0 的啊，是我比较喜欢的啊，不是这个，这个。你给我站住！对吧？它整个故事是完全站住！你给我站住！而且是很有表现力的。你看我这个就把它发到 YouTube Shop 里去了，我觉得挺好玩。所以这个就是你明显能看出这个有差别来。可以用网站可以买，这是什么东西？美国真实地址可以租用啊，这个我2个谷歌号全是1年的 Pro， 这个 Anti-Gravity 2.0 还真没有之前的好用，就是为了2个号只能用了啊，好吧，你就接着使吧。美国没有禁止中国是公民啊，这个我们就不研究了。点赞，对，你们都点过赞了没？啊，免费试用了1个月的 Pro， 感觉 Gemini 尤其擅长钻牛角尖。说对了啊，这最擅长干这个活了。你发现了它的优点啊，谷歌 AI 论坛，这是什么？谷歌 I/O 后，谷歌 AI 论坛从没见过如此活跃过啊，只是都是开骂的，这就对了。就拿这种东西出来，你不骂等什么呢 ？Anti-Gravity 的Cloud Opus 的用量突然量大管饱了啊，这我还没试啊，我用了一下，但我因为本身并不怎么长期用这个玩意儿，所以没有特别大的感觉。老范觉得奥特曼的官司赢了 ，ChatGPT 上市之路会一片坦途吗？这个对于有钱人来说，打官司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结果，对吧？这个马斯克已经说了，我要接着上诉，他要到第9巡回法院接着上诉，这事儿没完没了。你到第9巡回法院上过一个诉以后，那他这个 OpenAI 的上市今年估计就悬了。你从现在开始上诉的话，你今年能够审完吗？能够出结果吗 ？Gemini 的正确用法是让 Cloud 写小作文，然后交给 Gemini 去执行，然后让 Codex 改 bug。哎呀，你费这劲干嘛？有一个 Codex 就够了，或者有一个 Cloud Code 就够了，你就不要费这个劲了。Gemini Cli 是开源的啊，这个要啥随便改啊 ，Gemini Cli。但是 Gemini Cli 现在好像已经不是他们发展重点了啊，现在他建议大家把 Gemini Cli 卸了，去装 Anti-Gravity Cli。Google Wave 的邀请码我还是找清华的，好吧，这个反正 Google Wave 当时是真的很多人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东西。老范劳模啊，今天已经2次了，明天6点1刻开始啊，明天早上的直播。听老范的描述，谷歌的人一般是先射箭后画靶，然后就是赢了之后就想当然的总结成功经验。哎呀，我告诉你，大部分公司都是这么干的，啊，里头可能有一个点特别强，强完了以后呢，所有跟着这一帮人啊，这个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人都在这儿总结成功经验啊，最后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Chrome OS 的本质是在 Chrome 上跑各种小程序啊，这个，Chrome OS 真的挺无聊的一个东西。谷歌浏览器打开啊，上面有40多个 APP，其实就是优的那个优是个超级 APP 啊，优是哪个呀？是那钱包吗？小狐狸吗？呀，卡尔加厨有日子没见了啊。Gemini 用来总结 YouTube 视频是最好用的啊，我觉得Notebook LM 总结 YouTube 视频确实很强。对，是 Notebook LM。Chrome 浏览器如果把插件倒腾，进化为小程序啊，这个其实有一段时间大家想去做这个事儿啊，以前我们公司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团队
专门去研究在 Gemini 上做在Chrome 上做各种小程序，后来发现实在不挣钱啊，即使它安装量很大以后，还是没有变现途径，就放弃了。它也没有办法成为入口。Flutter 在这个上面是个插件啊，你装上了就能用啊。我不在这上头费这个劲，我都是 VS Code 加上这个 Flutter 的各种插件，然后上这个比如说 Cloud Code 呀或者 Codex 就跑了啊。其实我的很多 Flutter 项目是用 Open Code 在做。说谷歌是学术机构，好像是离学术机构还很远的 屌丝看法啊，好吧，你牛啊，你说的都对。谷歌只针对自己啊，这个。不过最近在传他们在优化开发套件啊，这个反正我是不相信谷歌的任何开发套件。投资者更加看 EBITDA 而不是 income 啊，是的。今年只等谷歌 XR 的眼镜啊，这个我是不相信这种玩意儿的。这个我不相信眼镜这个模式最后能够成功。说实话啊，俺做过那么多岗，感觉最舒服的就是搞底层。这是什么编？这词儿不认识繁体字，尤其是罕见架构上搞。啊，这种是这样，就是你上层如果很强的话，你搞一搞它是可以的。如果上层很烂，你就需要把底层架构最后做成一个产品接口，那就比较痛苦了啊。如果只是靠回购股票，那么很容易被空头狙击的。当然，你也可以说狙击有滞后啊，这肯定有滞后，没问题。空头肯定也在狙击啊。你比如说像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大空头那个人叫。我忘了他名字了，就是这个美国人的名字不好记。他现在不就在骂吗？说这个你们都是空头啊，我都是泡沫，我要扎破你。怪不得啊，可能是这个原因啊导致了延迟。是的，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英伟达市值是怎么回事？这个现在没法说。如果说谷歌是工程师思维、学术思维在做产品的话，那为什么会关 RSS 订阅工具？这个你是说这个 Google 当时叫 Google News 是吧？啊，那个产品我非常喜欢，用了好久，而且每天用，然后最后被关掉的时候好可惜。而且说谷歌一开始就线上服务优先也不太准确啊。以前谷歌还推出过计算机本地搜索，对，是做过这东西，还有包括计算机本地的那个 Picasso 是它本地的那个图片工具，后来都关掉了。但是呢，谷歌是这样的，就是你做线下的永远干不过做线上的啊，又同步了，好吧，稍微有点延迟无所谓，是这样的。英伟达市值有啥问题吗？我也没觉得有啥问题啊。其实 AI Pro 还是划算的啊。这个 YouTube 这个什么加上 AI Plus，也就是$20每个月啊，买一个 Google Book 让你用1年。如果价格$1000以下就是划算的。你真有钱，我就比较穷。买啥 AI PC 啊？这有钱整套啊，这别费劲。你真有钱想用 AI PC 的话，就去买苹果就好了。Pro 带的是 Premium Light 啊，带广告的啊，这个我就不是那么了解了。这个折纸风太牵强附会了啊，这个好吧，反正这就是 Google， 就是刚才咱们看了3个视频啊，就是前头2个是 Google Gemini Omni 做的，第3个是 CDance 2.0做的，同样$20啊，我觉得还是 GPT 更划算。对，我也觉得 GPT 更划算。GPT 一方面是你可以用 Codex， 另外一方面它 Codex 支持你去捆绑小龙虾啊，那个真爽。谷歌的支持 Omni 是世界模型吧？视频还真不是强项，它应该是走老黄上次说的那件事情，从真实物体去预测各种不同的结果。应该也不是，从真实物体去预测结果的应该是杨乐坤干的活。可是像的那个不是娃娃，
这个比较像没转好，什么意思？支持这次穿模了啊，这个穿模不重要，小孩子才选择。你真有钱，刚把孩子哄睡，赶紧赶过来听老范叨叨，好吧 ？Gemini Client 要关闭了，不是让你转移 Gemini Client 用的就是 Google Code 的那个产品，反正后边就是通通 Anti-Gravity 呗。Anti-Gravity 感觉很不好用啊，这个好吧，我也是觉得比较烂啊，就有一段时间还可以，但是它实在是跟不上。跟老范同感，这几天好多次 Gemini Flash 说了技术路径，多轮讨论，越像模像样啊，到后来发现一开始就虚构，对，从头到尾都在胡说八道，你就拿它一点办法没有。俺5个 Cloud Max 20X 加上5个，我天，你真有钱！有钱人啊，这个我不要上我们来炫耀，不要上我们来凡尔赛。不是说苹果不玩 Vision Pro 了，全力投入眼镜了吗？等着看呗。我其实对于眼镜这个事儿一直不看好。汇编啊，汇编是这个汇字，我猜是汇，但是没敢认。Google Reader 啊，对 Google Reader 不是 Google News，对我也很喜欢 Google Reader 这个产品。这两天量子计算股票大涨啊，这个我就不是特别了解了，没有关注这个事情。谷歌关门部谷歌关门部战绩累累啊，背后原因是没有工程师愿意维护一个已经成熟的非核心业务，因为谷歌 R&D 很看重工程师工作的挑战性，把给予旧版本的服务这个迁移到新版本的架构上吃力不讨好。这个同时，谷歌有强制淘汰版本架构的政策啊，所以无法及时迁移的业务只能关掉，好吧？这个反正很烂，这个事儿干的。老范啊，本地龙虾绑 Codex，还需要用节点吗？这个肯定需要啊，这个是没办法的。其实买苹果不如 AWS 部署龙虾啊，这个不行。还是要在本地啊，因为本地的话，你就有本地文件、本地的操作系统、本地的浏览器、本地的所有这些东西，还是比较方便的。没人惋惜 Google Plus 嘛？也挺惋惜的。Google Plus 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产品，但是呢，这个玩意儿也是数学完备性很高，但是最后没推起来。那不是因为董王大力奖励了量子计算的企业了吗？啊，这个可能是吧。这个因为这个事儿我没关注啊，所以就不是那么了解。好，差不多了啊，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大家明天早晨起早啊，这个明天早晨6点一刻开播，咱们再看这个星舰12飞啊，今天本来要飞，结果没飞上去，明天继续。我也早点休息。其实谷歌解决关门部问题啊，解决关门部问题最好的方法是找外包，但是谷歌对外包的政策也是有许多很严苛的要求啊，这个是肯定的。我从来不认为这个外包是一个好的策略，我觉得他们最好的方式是分拆。辛苦啊，辛苦！下次讲讲马斯克起诉 OpenAI 的官司呗，没什么可讲的。马斯克现在就是在拖时间。明天早上我来围观啊，感谢。好选题啊，这个马斯克这个真的没什么好玩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陪伴，再见。结束。